我们都知道，光速30万千米每秒是宇宙的极限速度。没有什么东西能够超过这个速度。对。那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是这个速度？为什么非要是30万，不能是15万或者60万？为什么？在讨论这个問題之前啊，我們先來切實的感受一下光速的30萬每秒是一個什麼概念。首先從生物說起，人類奔跑的最快瞬間速度是 12.42 米每秒，這是牙買加飛人博爾特創造的世界紀錄。科學家們認為啊，人類的理論極限瞬時速度是 13.88 米每秒，但是這個極限速度是真是假也不好說，畢竟在博爾特100米跑進10秒之前啊，科學家們一直認為人類的極限速度是10米每秒。地球上奔跑最快的動物啊是獵豹，速度可以達到 33.33 米每秒。如果不一定要奔跑，只要速度的話，最快的速度是游隼，俯衝時的最快速度可以達到108米每秒。哇，這麼快嗎？這比一般的跑車速度還要快，也是地球上生物的極限速度。而在速度上的追求啊，我們並不止步於此。我們利用大腦創造的機器可以讓我們變得更快。世界上最快的跑車西貝爾，你肯定沒聽說過。我沒聽過這個啊，就比布加迪還快。哦，每秒可以達到 123.05 米。最快的列車來自咱們國家的上海磁懸浮列車，最快能達到 166.66 米每秒。最快的飛機是北美 X-15，最高速度達到了 6.72 馬赫，也就是 2.28 公里。哇！人類所創造的最快的機器是美國的朱諾號宇宙飛船，它受到了木星引力的影響之後呢，速度達到了 72.61 公里每秒，這就是我們人類創造物的極限速度了。但是我們並不滿足於此，自從愛因斯坦說光速是宇宙的極限速度之後，人類一直在致力於發現和創造能無限接近甚至超過它的速度。可不可能成功，我們稍後再說啊。我們先來了解一下，如果速度真的接近光速了，那麼將會發生什麼事情。假設我們坐上了一個宇宙飛船，它的加速度可以達到10個重力的加速度，也就是每過1秒鐘啊，你的速度就會增加100米每秒，這是人體能夠承受的最大加速度。從數據上來計算，我們以這個加速度一直踩油門，大概要花費1個多月的時間才能夠達到光的速度。而在這樣一個極限加速下，這1個月我們都會被擠壓在座椅的靠背上，甚至連手都抬不起來。我們原以為啊，這樣堅持1個多月就可以達到光速了，想象着會不會發生什麼奇怪的事情。但是事實上1個月之後，我們怎麼也到不了光速。我們會發現，不論我們怎麼踩油門，加速度都到不了實際了，而是會越來越小，越來越小，直到這個加速度無限趨近於0。這個時候，我們都已經化為枯骨了。為什麼？造成這一現象的原因啊，是如果我們想要達到光速，在我們接近光速的時候，質量就一直在增加，直到質量是無限大的時候。而這樣一來呢，我們就需要無限多的能量加速。所以照這麼看來啊，我們或許永遠也不可能達到光速，更不用說超光速了。那麼憑什麼是這樣？為什麼光速是30萬千米每秒？對啊，這其實是一個目前還尚未解開的謎題，但是科學家們給出了幾種可能的猜測。普朗克在20世紀提出了量子假說之後，很多人就開始意識到微觀裡的東西它不是連續的，它們都是一份一份的量子。因此呢，有人開始猜測時間和空間是否也能量子化。如果時空是量子化的，那麼或許光速源自於時空相鄰節點信息的傳遞方式，比如說吉他琴弦的粗細和拉緊程度，他們就決定了波沿着弦傳播的速度，弦越粗越慢，拉得越緊越快。光速呢，或許就是這樣一種情況。另一種可能呢，是其實宇宙中的光速只是0到無窮大之間的一個隨機數，沒有定值。它由宇宙大爆炸結束後時空凝結的方式來決定。或許在宇宙的不同區域會有着完全不一樣的光速值，或者不同的平行宇宙之間光速的值都是不一樣的。那麼如果在一個光速和我們不一樣的平行宇宙裡，這個宇宙會發生什麼？其實差別也不會太大。對於物理規則來說，只要這個極限速度存在就足夠了。因為如果沒有極限速度的話，就沒有因果律可言。就是說，你可能會在一件事情的原因發生之前就已經看見了這個事件的結果。比方說，你還沒開始學習呢，考試就已經考完了，而且你考了個零蛋。你還會學習嗎？最可惡的是，我本來打算用功學習的，結果你先給了個零蛋，那我還用什麼功？不用功了，對不對？並且呢，速度極限的存在還在一定程度上保護了我們人類文明的延續。因為有光速的限制，我們只會和周圍一定區域內的事物產生因果關係。所以，即使我們愚蠢地向宇宙發射了信號，我們也有很長的時間來想辦法彌補這個錯誤。對於光速比較慢的平行宇宙裡啊，那裡能相互產生因果關係的區域就會更小，反之這個區域就會更大。如果沒有這個速度上限，那麼宇宙裡任何地方發生的事情都可以立刻影響到我們。
那麼說了這麼多啊，到底有沒有可以超光速的方法呢？想让速度变大有2種方法，第一就是让时间很短，或者說至少让我们自己感觉没有过去多久。比方說通过人体冷冻技术，虽然你被冷冻了1万年，但当你被解冻的时候，你会感觉只是睡了一个午覺。當然這種方法是一種自欺欺人的方法。第2種方式呢，就是讓我們走過的這段路程足夠長，或者說讓我們可以超個近道。我們是在空間中運動，但是空間並不是空的，它可以被拉伸、折疊、扭曲。如果我們可以人為的擠壓空間，讓原本距離我們100光年的地方擠壓到只有1米的距離，那麼我們就可以說我在1秒內就走完了光需要走100年的路程。這也從某種意義上來說超過了光速，但是擠壓空間所需要的能量非常巨大，巨大到不切實際。所以呢，這個方法我們也只能先放一放。但是還有一個縮短路程的方法，也就是我們平時說到的蟲洞。我們應該怎麼理解蟲洞呢？你應該不了解什麼是蟲洞。我知道什麼是蟲洞，我看了《走進霍金的宇宙世界》，他說蟲洞就是什麼？你看不見，它處在每一個物體上可能都有蟲洞。但你還是沒說蟲洞是什麼。我不知道蟲洞是什麼。他所說的每一個物體上都可能存在蟲洞，是意味着就是說空間的扭曲啊，可能發生在微觀世界中。我們應該怎麼去理解蟲洞呢？我們都知道黑洞的巨大質量會導致它附近的空間扭曲，表現在圖上呢，就是這個宇宙網格會凹陷。如果在宇宙很遙遠的一個地方也有一個超級大質量的黑洞，也造成了這樣的一個巨大凹陷，甚至凹陷到這2個凹陷嘴對嘴連到一起了。愛因斯坦和羅森一起在廣義相對論的方程式裡得到了一個解，允許了這種情況的發生。專業人士愛叫它愛因斯坦羅森橋。理論上來說，如果蟲洞真的存在，那麼它確實可以達到忽略速度遠距離移動的這麼個效果。但是我一直覺得蟲洞是存在的，但是你聽上去就很不可思議。對，你一小步一小步的走，每一步你都覺得很合理，當你走到這個地方的時候，你回頭看這兒，你會覺得好不合理。太奇妙了。但是從實際效果上來看，蟲洞兩邊如果都是黑洞的，那麼即使我們活着進入了這個黑洞，也沒有辦法從另一個黑洞裡逃逸出來，我們也許會被永遠困在一個遙遠的黑洞裡。而如果一邊是黑洞，一邊是白洞，我們確實可以從另一端被噴出來，只不過是以輻射的方式。那這身體早被輻射完了。總之，完好無損的方式目前還沒有。雖然我們現在還無法實現，但是科學家們已經把一件不可能的事情變成了一件辦起來很困難的事情，這就是一個很大的進步。堅信它早晚有一天可以變成理論上可行，甚至是完全可行。本草綱目中最後一部分人部裡記載的內容，讓很多學習中醫的人都覺得不寒而栗。記載了什麼？人部中記載的內容都是人身體的部位或者排泄物用作藥材的內容。比方說合子車、人中黃、人孢、人粕等等。至於他們究竟是什麼，大家可以自己查一下，很容易就能查到。那你為什麼不能給大家講解一下？我怕我們說出來之後，這期視頻就會沒了。所以大家自己查吧。人部這一部分內容除了介紹藥材療法之外，其中叫人魁的一章裡甚至還介紹了人變瘦的方法和案例，讓人不由得發問，這真的是本醫書嗎？傳統中醫所使用的很多藥材還有施醫的方式，確實給人有一種玄學的感覺。其實有這一種感覺是很正常的，因為醫術某種程度上來說起源於巫術，不止中醫是這樣，西醫也是如此。當然我說的是傳統西醫啊，我們現在常說這個西醫呢，準確的來講其實應該叫現代醫學。山海經大荒西經記載，有靈山，石巫從此升降，百草原在，上下於天，宣神旨達民情。根據這一段描述就可以知道，在古代巫師是一個很崇高的職業，醫術也完全由他們所掌控，所以呢也被稱作巫醫。祝由術就是最典型的代表。祝由術是啊，就是借助符咒浸染來治療疾病的一種方法，就跟念咒。當然呢，也包括一些中草藥在內啊。另外，在海內南經和海內西經還記載了一個很有意思的傳說，說有一個叫二父的天神和一個叫威的人合謀殺死了一個叫亞魚的人面蛇身的天神。原因是亞魚犯下了一個錯誤，但是事後呢，天帝又覺得亞魚罪不至死，於是派開明東10巫中的6個用不死藥把他救活了。
而救活之後的亞魚啊，却变成了一個龍首獸身的怪物，樣貌發生了非常大的變化。這跟《本草綱目人部人魁異》當中記載的這種人變獸的感覺就很像了。雖然《山海經》海經的部分神話的內容比較多，但是即便是到了明朝的李時珍啊，在人魁這一章也給了詳盡的描寫，並且在本章末尾表示：夫學之士，豈可視一魚之見，而概指古今六合無窮變化之事物為魚怪也。就是說，你沒有什麼學問的人，憑什麼說從古至今發生的人化物、物化人的事情都是怪事啊？對了，提一下，這個《本草綱目人部》中的內容是木西同學花了很長時間啊，辛辛苦苦翻譯出來的。大家給木西同學一點鼓勵啊，不完全是只是捧哏啊，還是有一點用處的。对。而且我們知道啊，就李时珍在寫《本草綱目》的時候，对於一些他認為不該提倡或者不適合的內容，雖然他會記述，但是是會大量省略的。而人魁這一章卻寫得非常詳盡，說明李時珍對這個東西至少態度上是中立的。然而在我們今天看來，這種物化人、人化物的事兒，我們是完全不可能理解的。甚至還會有人認為中醫應該被廢棄，這裡邊不排除被江湖郎中罵扁了的朋友啊。但是以此否定傳統中醫的功能就太片面了。雖然現在看起來確實西醫盛行，中醫落寞，但原因啊，或許只是我們沒能很好的傳承老祖宗留下來的東西而已。其實並不是中醫落寞，是我們現在掌握中醫的人越來越少了。对啊，比方說很多人印象裡中醫是沒有外科手術的，但是失傳的27卷《黃帝外經》正是這上古神醫於父的外科醫術記錄。相傳在黃帝時期啊，出現了3位神醫：雷公、岐伯還有於府。其中於府啊，就是在外科手術上很厲害的一個人，當時被人稱讚為出喪的靈車能返回，要埋的死人能復活。哇，就神到那個程度啊。後來呢，於府就老了。皇帝就派倉頡、雷公、岐伯3個人用了很長的時間把於府的醫術整理出來，撰成卷目，最終呢遺失在了歷史的長河之中。現在大家看到的《黄帝外經》其實是明代陳士铎所著的《外經微言》，也有人說《黃帝外經》啊，其實現在還有，只不過一直在道門秘傳，不予公布。我們現在看這個中醫啊，給人感覺好像中醫只能調理預防，對，是吧？就給人以這種感覺。這樣一部典籍失傳啊，對於中醫來說，着實是一個巨大損失啊。但是除了《黃帝外經》之外，歷史上就再沒有人研究外科手術了嗎？我覺得有。誰啊？不知道。其實這個人啊，大家是很熟悉的。《漢書》中記載，公元16年，亂黨王孫慶落網，王莽讓太醫、尚方和有經驗的屠夫一起把他解剖，了解五臟六腑的功能，了解脈象的起始和終結。王莽說，這樣可以治病。你說就這樣一個人，他不是穿越的，那他就是一個千年難遇的天才。真的是這個王莽，確實。中醫的發展夾雜了很多東西，有很多內容甚至是如今的科学不好解釋的。因此呢，也有人說中醫不科學。這裡說的不科學啊，並不是貶義，而是方法論的不同。科學是我們目前認知世界最高效的方式，但是它的出現僅僅只有幾百年。而在這之前，我們認知世界的方式依靠的是宗教和哲學，而中醫呢，正是在這樣一個認知背景下發展而來。就是說，中醫是建立在一個和我們現在世界觀完全不同的規則下，陰陽、五行、八卦這些內容啊，都不是如今這個科學建立基礎的世界能夠搞清楚的事情。因為以前的人啊，並不在意陰陽是氣體、液體還是固體，五行和八卦分別是什麼元素構成。中醫講究人與自然協調統一，在李時珍看來，這一切的變化皆由於一氣也。那麼問題來了，氣是什麼？气是什麼？是分子構成的嗎？是單质還是化合物？現如今誰能把這些問題講透着呢？誰也不能，因為中醫不能只從科學的角度來看待，有高超的醫術，有純淨名貴的中藥，最重要的也許是中醫背後的道。